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节我要分享的是妆前的保养。现在我的皮肤是刚洗完脸，很干净的状态，什么都没有保养，而且这边还长了一些痘粉刺。等一下我要遮它。先透露一下，因为我最近买到假货 The Ordinary 的水杨酸，还有5% 的乳酸。我本来不知道，因为是第一次使用它们，用的时候没有过敏，但是用了差不多1周的时间，我发现我的皮肤这边角质层粉刺没有改善之余，反而长了更多痘痘。这边很夸张，前2天这边是红红的，我以为我皮肤又开始不稳定了，我就很确定我应该买到的是假货。所以大家去网络上买他们的产品要很小心，因为 The Ordinary 超级多假货的，当做买教训了。好，回到正题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了。在没有保养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做湿敷。如果你时间够，可以先用导入或者是 EMS 的那种微电流美容仪去拉提一下，让你的脸型变得比较利落好看一些。一般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，那我们就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，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比较保湿滋润，让后续的妆容更服帖。现在什么都没上，我先上一点化妆水。化妆水是旧的产品 S Nature 的保湿化妆水。我们妆前用的产品一定不能有脱离的问题哦，然后也不能太厚重。今天的天气是有一点湿度，比较热一点。这化妆水我很喜欢，虽然它是水状，但是它还是会有一种保护的感觉，有一定厚度质地，就特别适合敏感肌使用。用完之后不会太过的轻薄，只是单擦化妆水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保湿度，这种就特别适合敏感肌。湿敷之前呢，我们还是再涂一层精华。今天我用的精华是这款 Annual 的 PDRN 玻尿酸精华，新的产品啊。这个精华很好用，它的质地是比较像水的，流动性比较强，比化妆水再浓稠一点点而已。可是它保湿度非常好哦，每次用完它皮肤都有一个光泽感。那这瓶精华呢是没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它是没有香味的，但是它尽管有一些原料的味道，涂在皮肤上其实闻不到。先用在皮肤上。我会多擦一点点，大概这样的量。如果你的精华比较厚的话，就不要用太多，差不多就 OK 了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上妆。好，大家看到我单擦而已，皮肤超级亮的。我们用化妆棉这种比较薄透的，吸水力好，也不会很厚。它会比较贴肤。如果你有这种化妆棉垫的朋友们，也可以直接用化妆棉垫，就比较方便一些，但是成分上就比较固定。我自己喜欢用化妆水，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用回刚刚的化妆水，然后把化妆棉沾湿。我们湿敷的时间大概2分钟到3分钟左右，最多5分钟了，快速的 SOS。刚刚精华感觉已经吸进去了。那现在天气没有那么冷，就不用涂那么多东西。湿敷的时候顺便介绍这瓶精华。那这瓶精华其实我用的时间不长，大概1周左右。我觉得它用来导入特别好，其实它单擦吸收度都很好，很适合敏感肌使用的。它的成分里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主要成分是大中小不同分子的玻尿酸成分，还有多种的植物提取物，另外有添加水解、胶原蛋白、谷胱甘肽、烟酰，还有100 ppm 的 PDRN。PDRN 呢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成分，现在很多产品都有加 PDRN， 但是含量通常比较少，100 ppm 是非常非常低的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瓶精华的使用效果还是很不错的，保湿的感觉很好，而且我觉得它跟一般的玻尿酸的精华用起来不一样哦，觉得已经有它的效果了。目前我也有买其他 PDRN 成分的产品，我觉得用起来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皮肤会特别亮，用完之后皮肤的状态会特别好。分享一些比较适合敏感肌的 PDRN 的产品啊，现在市面上流行的 PDRN 的产品很多都没有合我的标准啊，不是有香精就是添加了 PEG 之类的成分，要么价格特别高。这款玻尿酸也有出面膜，面膜也很好。
好用，敷完之后效果也是不错的，价格相对高一点点，要100多台币一片。现在在虾皮可以找到，也是不错的，都很适合敏感肌。我觉得除了保湿效果特别好之外，也很明显感觉修复效果也很好，大家可以入手啊。但是这个精华呢，会比较适合偏干皮肤使用，它还是有一定的滋润度啊。如果是油性皮肤，可能会觉得不够清爽，但是敏感性的油性肌肤，我们的屏障还是比较弱的，所以还是需要一定保护力的产品。我们障壁功能特别受损，比较弱，尽管会出油，也不能过度的清洁，还有用过度清爽的产品，你还是要有一个保护性的东西嘛，至少有一个比较保湿的东西，用完之后有一个保护膜的感觉。神经酰胺的产品还是非常推荐的。好，湿敷完差不多了，稍微擦拭一下。现在湿敷完之后呢，皮肤已经在短时间内充满水分了，这样的状态啊，上底妆就会服帖了。接下来我再叠擦另外一瓶精华，这瓶是 Medicure 的积雪草精华，因为我皮肤比较容易敏感嘛，我需要多一层的保护。积雪草就有很好的消炎镇定的效果，而且也可以增加皮肤的保湿滋润度。它里面也有添加一些乳酸菌的成分，用的量就不用很多，3滴就够。这边。化妆之后皮肤会特别干，所以我的保养会多一些保湿，可以根据你皮肤的状况使用产品。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干，刚刚湿敷完的精华其实就不用再涂精华了，可以直接涂面霜，还有防晒。这瓶精华最近也有分享过。它是很适合敏感肌使用的，没有任何的香味，是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G 添加，主要成分添加了60% 的积雪草的提取物，另外也有茶树的提取物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，以及多种的乳酸菌的发酵物。现在用了半瓶了，觉得它很好用，很推荐，也是比较适合偏干皮肤使用的。大家看到用完之后会有一定的光泽感，它的保湿滋润度很不错。那这一瓶也是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搓你的。我们化妆之前千万不要用凝胶类会搓你的产品呢，一定要选一些很稳定的，不要用新的产品。我现在用这个眼精华，一点点就够了。这眼精华是 Sigmund 的胶原蛋白多肽眼精华新产品，用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吧。它不会搓你，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但是化妆之前用量可以再少一点。眼周部分我会比较干，所以我会喜欢多叠擦一些眼霜啊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，要根据自己皮肤状况。最近有看到韩国很多韩妞在 YouTube 上面呢介绍产品啊，他们妆前很喜欢涂很多东西。就看他们保养一层一层，一定是比我多的，但是全部都吸进皮肤哦。可能是韩国天气太干了，不同地区气候也会不一样。那我觉得年纪开始越来越大之后，皮肤也变得越来越干。我也觉得最近这1-2年皮肤很容易干，然后有一些地方又很容易角质层堆积过厚，又容易长痘。用完之后有一点点黏度的，因为它真的有胶原蛋白的感觉，眼袋部分会消一点点，有一点消水肿。这款眼精华我很爱用，眼精华已经吸收完，接下来用 Sigmund 的眼霜。这个眼霜也是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搓你，用了超级久了，已经用掉很多管。其实它们是一套一起用的，可以，它们叠在一起用有一个辅助加成的效果。接下来我用的面霜是这款 Dermafactory 的修复霜。这个修复霜在年度爱用产品有分享过。这个面霜它是属于不会过于滋润，也不会过于轻薄的质地，所以蛮适合妆前使用。它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搓你的。大家看，也是一款很好的看门口霜。它的价格超便宜的，一瓶有150颗，但是它价格才300-400台币而已啊，在虾皮可以搜寻到。而且它是没有任何香味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G 添加。如果天气比较干的时候，我会用比较厚一点的面霜去打底，增加它的锁水力。因为现在天气开始变热了，春天嘛，
所以不敢用太厚重的，就选了这一款。它里面也有神经酰胺 MP 的成分，主要成分添加了59% 的白桦树脂，非常的保湿，而且有不错的修护的效果，舒痕镇定很不错，涂脖子也很适合，不会觉得很黏腻。大家看到我虽然好像涂很多东西，其实刚刚好，不会很厚重，皮肤会吸收掉。因为我皮肤底层比较干，比较缺水，我很快就吸收了。我本身就会定期去角质，所以皮肤吸收度还是蛮不错的。如果你觉得皮肤涂东西不吸收，你可能就要注意看，除了你用的产品是不是太厚重之外，也有可能你的角质层过厚，导致后面的产品不吸收。可以用我之前推荐的去角质的方式，比较温和的，虽然很快又长回来，但是会比较温和，比较保险。局部性的地方有需要的地方可以用酸类的产品加强。现在我要涂防晒，我用的是物理性防晒。敏感肌朋友们尽量用物理性防晒会多一层保护，可以稍微隔离一下彩妆部分了。很推荐用物理性防晒，用的量可以比平常少一点点，不用那么厚。这款是 Dritch 的 B5 纯物理性防晒，在年度爱用的防晒有分享过。这款防晒是没有任何的香味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G 添加，而且它比较不泛白的，在镜头上会有一点点提亮的效果，现实中会再自然一点呢，相机照出来都会比较白一些。这个防晒我是超喜欢的，很舒服，有修护的感觉。当你皮肤比较脆弱、敏感、发炎重，用它会有一种保护、修复的感觉。之前我说它跟 Manuel 那款的 Panthenol 一样，都是 B5 成分的物理性防晒，很相似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款会比较清爽。这款其实油性肌肤也可以使用，就是偏油的敏感肌会适合。只要是敏感肌都适合这种有保护感觉的产品。它的质地是属于中间吧，有点类似之前我分享过的 Innisfree Cica 的物理性防晒，它的质地的保湿滋润度是差不多，但是它会稍微有一种保护的感觉。然后现在涂抹完之后会比较保湿滋润一点，其实也还好镜头上面，但是它等一下会收干一点的，会再雾面一些。擦的东西比较少，它会更雾面一点，看起来就会光泽感就比较没有了。平常我可能会局部再加强，比如说颧骨这边会多擦一层。这款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款防晒，在镜头上面通常都会比较白，但是我现在看起来也还好。我这样子的亮度是自然的，可是在现实的状态会更自然一点，稍微让它吸收一下再上粉底。现在我要上粉底，今天用的粉底液是这款之前分享过的 Sigmund 的表皮生长因子粉底液。这个粉底液我超级喜欢的，用到现在它的成分简直就是抗老的保养品，含有多种的表皮生长因子，而且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肤感还很好，遮瑕度也蛮不错的，而且很容易卸掉。它的肤感非常好，很保湿，可是不会油腻。它的保湿感是比较偏水分那种，而不是偏滋润度高那种，会感觉比较清爽的。我用的色号是20。上一次我是在脸上的时候是比较赶时间的，然后有一些留言非常的有意见，那今天我就慢慢来画吧。上次我是用化妆扫嘛，那化妆扫用起来皮肤会比较完美，今天我就直接用手去上粉底了，挤的量大概这么多，我不要挤那么多，如果不够的话再叠擦。它叠擦之后会有遮瑕度的增加，遮瑕度是可以堆叠的。先放在这里，把它揉一揉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皮肤的状况。好，它真的非常的容易上，不过我前面擦的比较多保湿嘛，所以看起来非常的融入我的皮肤啊。把它当成防晒这样子擦，延展开之后拍拍，来看，超自然的。你看这样子这么厚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现在是增加它的遮瑕度。等一下拍开就会变自然了，有毛孔的地方揉一揉，把这个粉体揉进去，这样还是看到半边脸的效果。
但我还没弄完。之后我们再用粉扑这种气垫粉笔的粉扑，把它拍开，这样就会变自然。大家看一下，拍开之后就会变得比较干爽，比较自然了，有一个很自然的光泽感，是不是还是很漂亮？这次上的，粉底有擦到这边呢，只有这边没有上粉底，继续上。如果你想要更自然一点，用量少一些，其实就可以当成素颜霜了。可以混一些物理性防晒，当成 BB 霜使用。如果皮肤比较干，上完之后还是会卡毛孔、卡粉哦，因为它是保湿度高，没有什么滋润，油分比较低的这一款的粉底液，可以再加一点点。大家看到这个粉底液的效果很好吧？这个真的很自然吧？没有说错吧？而且我涂的量算是多的，多一点遮瑕度会比较好。你可以涂少一点，会更自然一些。有一些斑点呢，稍微可以多叠擦一下，还是能够遮得住的。但是用这个粉底之前的保湿一定要做好，我觉得有差，太干的话它就没有那么服帖，所以它还是适合油性肌肤使用的。油性肌肤可能用效果更好啊。偏干皮肤的话适合，但是前面一定要多做一些保养，擦一些滋润一点的产品，让这个有一些粘合度，让这个粉底可以 hold 得住。趁它还没成膜、还没干的时候，要赶快均匀的上。到后面开始干了，你才上的话，那个粉体就效果好像就会差一点点，因为它变雾面了。你在堆叠的时候，它们就没有一开始上的时候成膜那个型这么的平滑。镜头上面看起来可能还好，但是我觉得我这边上起来看会更平滑一些啊。没有差很多，它是会慢慢变干，变得比较雾面，然后成膜的。所以呢，上完之后，我觉得是舒适的，不会有很油腻、很黏的感觉。底妆就完成了。但是这个粉底呢，如果你不定妆、不加蜜粉，用手可能它就推开了。看到吗？就是你好不容易上的这么均匀、这么漂亮。但是它很容易又会弄平整，弄回来，所以呢还是要定妆。那定妆之前，如果有一些痘痘，我们先遮掉，刚好可以给你们看新的产品。最近买了 Peripera 的遮瑕笔，买了2个颜色，一个是偏绿色调的，专门遮盖红印跟痘痘，还有这个就是一般的皮肤颜色，非常的方便。先用这个绿色调的。它很顺滑的，它的绿色调是带一点点肤色的，所以很适合遮痘印跟痘痘。就可以精准的，好快哦！但这边卡皮，鼻子下面这边有点红，也来一点吧。它好服帖，很容易使用耶。这个笔可以买，这样子距离你看都遮掉了，但是它流出来之后不能流回去，所以不要流太多出来，它是不能收回去的。这个是03号颜色，是正常的肤色调的遮瑕笔。它还有一个颜色是带一点点鲑鱼颜色，适合用在黑眼圈部分。粉底液已经遮到差不多，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需要遮，那我们加强一下看看效果。这边有差别吗？不知道反正都试试看啊。这边再加强。这个遮瑕笔蛮推荐的，它们是没有香味的。绿色这个是02号色，正常肤色这个是03号色。好，最后呢就是要用蜜粉定妆，刚好介绍一个新的产品，这款是 VT 的
保湿蜜粉是新出的，它本来只有一个 Cica 最基本控油的透明白色的蜜粉，后期它出了一款是维他命 C 美白的蜜粉，还有这款保湿的 Cica 蜜粉。这个保湿的蜜粉上到脸上很特别会有一种凉凉的感觉，会感觉皮肤好像有一个水分泼到脸上，突然变得有保湿的感觉。其他的蜜粉用起来就会比较正常，这个就是旧款，我之前有用过，也有介绍过。它现在换包装了，就换成白色的，这个是最 original 的。另外它还有出一个维他命 C 的，这个我还没开始使用。维他命 C 这一款有 SPF20度 PA2+的防晒系数，都是新买的产品呢，还没有用在脸上。这个是黄色的，目前只用过原始版本，还有紫色这款保湿的。下次用完之后再告知大家感觉如何。它们都会有一些保养的成分，这些蜜粉 CP 值都很高，特别适合敏感肌使用，成分也很好，也不会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G 添加。它的盒子上是没有它的成分呢，我可能再上网找一下有没有全成分。那今天我们是用这个比较保湿的，那紫色款它里面的粉会有一点偏紫色调的。大家看到我的皮肤光泽度慢慢的减少啊，所以它会变得越来越清爽啊。我还没用蜜粉耶，所以你还是粉底擦完之后隔一段时间再看看你需要定妆的部位。化妆了最好预多一点时间。这个蜜粉的粉质非常的细腻啊，很细致的。大家看一下它的粉质，真的非常的细。很舒服，很服帖，变隐形了就看不出来了。那用完之后就会变得比较雾面，那个位置很神奇哦，它是变雾面，可是有保湿的感觉，很特别。我就用这种蜜粉勺去沾，均匀的，弄均匀一点，上到皮肤上就会凉凉的，有一种好像碰到水一样。通常就是眼盖还有眼下有一些细纹的地方，它会有皱褶，要把它印开。千万不要卡纹路的时候少上蜜粉，它就会定型。好，马上就用。扫上去一层就好了，不要一直扫，一直上的话就很容易卡粉了，因为它本身有保湿度，加上这个工具，你推的时候粉底很容易推掉，这样子就好了。这边上了蜜粉之后的效果，这边还没上，这么自然。今天底妆部分大致上就完成了。蜜粉部分呢，尽量就是一次性呢，不要一直重复叠擦，这样会比较自然一些，摸起来是会有一种保湿的膜感的，不像一般我们用到的蜜粉。用完之后是很干爽的，它的旧款的这个蜜粉呢，用起来就非常的干爽了，肤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这一款就特别适合敏感肌偏干皮肤使用，也很适合用在眼周，适合冬天用，也适合夏天用。夏天的时候会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，刚上的时候有一种冰凉感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了。我是在虾皮的官方网站买，价格才200多、300多台币而已，大家可以自行去搜寻一下。今天是底妆部分的分享嘛，所以就分享到这里咯，不想影片太长，所以分开介绍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